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政府近些年对中国做了哪些制裁呢？福布斯做了一个总结，大部分没什么用。在我们的印象中近些年美国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中国颁布一些所谓的制裁措施，次数之多已经让我们见怪不怪了。在这些措施中呢，除了半导体技术禁运对我国的一些企业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以外，其他的制裁措施其实呢影响都不是那么大。美国福布斯网站把近些年来美国对华制裁的措施大致做了个总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美国政府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对中国的大部分制裁措施始于2018年，当时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机构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任何通信系统、设备和服务，理由呢是怀疑华为公司协助中国政府开展间谍活动。但是从开始到现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拿出一个实锤证据来，反倒是美国通信设备制造商或 IT 公司的产品不断的爆出还有后门，以及美国情报部门监听盟友国家领导人的丑闻。2020年的7月，一些中国官员被美国政府污蔑在新疆地区严重的侵犯人权，而受到美国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制裁，主要是禁止被点名的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这也算制裁吗？没准人家根本就不想去了，是吧？2022年的8月，美国以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言论或者是集会自由为由，对当时的香港行政长官和其他的10名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并且在2020年的12月以同样的借口对中国全国人大14名人大代表实施制裁。2020年的11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命令，禁止所有美国机构或散户投资人向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为中国军事服务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或者是购买股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又对几家中国企业实施了制裁，包括深圳的信诺电子有限公司等等，借口是这些公司向俄罗斯的军事网络提供了服务。而在不久前，美国又对中国长沙的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实施了制裁，理由是它向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提供了卫星图像。2022年的10月，拜登政府宣布将限制向中国销售半导体技术，以阻止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并试图切断华为公司与所有美国供应商的联系。2022年的12月，美国政府以所谓的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等借口为理由，对一些中国公民和10个中国实体实施了制裁。那最近一次制裁呢，是2023年的2月10号，前几天，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以所谓支持中国军方飞艇等航空航天项目为由，将6家中国实体列入美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这些制裁对中国有影响吗？应该说，除了半导体技术的禁运以外，其他的制裁措施对中国的影响很小。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这几年来中美贸易额不降反升，在2022年达到了新高，中国对美的顺差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半导体技术的禁运对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华为公司的手机业务就萎缩了一大部分。从去年10月开始的新制裁对我国长江存储等芯片制造企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半导体的禁运是美国目前对华经济战中威力最大的武器了。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对华制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新中国刚刚建立了1949年，美国就拉拢西方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在军事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这3大领域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施禁运。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又通过瓦森纳协议继续对以中国为主的国家实施禁运。美国还在2011年通过了沃尔夫条款，禁止美国 NASA 与中国航天界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但是这些制裁非但没能阻止中国军事装备领域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反而成为刺激我们发展的动力。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正在改变中美两军实力的对比。
而中国的航天事业的进展更是令世界瞩目。中国空间站的顺利建成，月球着陆采样项目的完成等等，让 NASA 紧张不已。当前美国蓄意制造的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一旦我们突破了半导体制造技术，美国就没有任何能敲诈中国的抓手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